嗨，各位好，我是露露。今天这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伞山的抓人手法。影片中关于键盘与滑鼠的输入指令，每个按钮的功能都可以在荧幕上查看，或是在我上一部影片 FAQ 中的按键设定找到，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扇子的主动进攻手法，其实说白一点，也就只有3大类而已，它们分别是点穴挑、4A 挑以及跑 A 挑。毕竟直接裸掏春恨或是裸挑飞，在对手是有一定基础止戈经验的玩家以及正常延迟的情况，就只是送回血。那我们先来说说最基础也最简单的点穴挑。点穴挑实际上分为2种，一种是远距离的，一种是中距离的。远距离的必须要在金玉手出伤的一瞬间就按下挑飞，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反打，同时水人也会在较近的位置。中距离的则是可以确认对方受到伤害僵直后，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确认再挑飞，一般来说能回去后再挑飞就尽量回去再挑飞，比较安全。中距离点穴的攻击范围大概就是挑飞的距离。远距离点穴则你只要能点到，就必定能挑飞的。接下来是4A 挑，扇子的普攻的第4下会有一小段僵直，这个僵直是可以接上挑飞的，并且扇子的普攻还有一个隐藏机制，你甚至可以在第2、3下输入方向键，边普攻时边移动，第3下甚至可以往后退，熟练的话可以用这段小位移让对手误判身位反打。遇上懂得打玉玉的对手，因为彼此知道4A 的重要性，这时候就可以使用一个小技巧，故意放慢攻击动作，把4A 存起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延迟4A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跑 A， 甚至可以说一个玉玉的强弱分水岭，基本上就是全看跑 A 的熟练度。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跑 A 机制。你可以注意到跑 A 虽然能打出僵直，但不仅起手慢，需要先闪避，方向单一，甚至出手后有很长的后摇。那么怎么样让如此没用的攻击进化呢？首先你必须得要无锁，无锁的情况下，跑 A 是可以输入方向键来转向的，这就是所谓的跑 A 转向，其灵活度跟有锁的跑 A 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你没办法在无锁的情况下玩游戏，那么我会建议上无我后就别玩玉玉了，因为锁定版本的玉玉上限真的太低。熟悉了跑 A 转向后，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原地跑 A， 或者说蟹式跑 A， 有些人会称之为零帧跑 A， 但蟹式这么明显的动作，我是不会叫它零帧了。具体的操作如下。要知道原地跑 A 的原理，首先要知道动作的优先级这个概念。当某一项动作可以打断或者覆盖掉另外一项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将其称之为优先级较高。比如我们可以在闪避中途随时蟹式，却不能在蟹式的时候任意闪避。而原地跑 A就是利用蟹式这个动作的优先级大于闪避的特色，让自己的人物在蟹式的时候，实际上正在做出隐藏的闪避加冲刺动作。而当蟹式这个动作完成时，我们的人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冲刺状态，这时候按下攻击，就可以在原地发出跑 A 了。原地跑 A 是所有进阶跑 A 的基础，这边推荐练到有一定熟度后再去尝试其他进阶跑 A。接下来是一些我经过实战验证后比较常用到且实用的进阶跑 A。 风墙跑 A， 由于风墙的优先级高于闪避，风墙也是可以藏闪避冲刺的。回水人跑 A， 回水人也是可以中断闪避的，因此也可以藏跑 A。点穴跑 A， 点穴比较特别一点，虽然说闪避没办法用点穴中断，但因为点穴无法被打断的优先级很高，
也是可以藏的。格挡跑 A， 利用闪避后压格挡，格挡优先级大于冲刺的原理，让人物在格挡状态下能够马上跑 A。由于这4个动作在实战非常常用的关系，当你熟练之后，你的跑 A 就会像是没有前摇一样，但其实前面都是有一个动作让我们去藏的。让我们看一些实战例子吧。回水人藏跑 A， 放慢的话可以注意到，如果扇子没有转向，是抓不到人的。回水人藏跑 A， 进阶跑 A 的用法可不止这些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试试看，还有哪些动作可以藏。这边就分享一些不那么实用，但挺有趣的跑 A。千金坠跑 A， 作为棋手来说是没有泄势快的，但配合凌云踏使用，偶尔能偷到一些东西。谨慎使用，还挺容易被抓的。E5G 跑 A，E5G 跑 A 的操作比较复杂一点，需要用格挡再去断一次闪避，熟练之后就可以加入转向了。这边也分享一下我平常练习跑 A 用的方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每个动作能出跑 A 的时间是不同的哦。一般来说，回水人最快，泄势第2，风墙第3，点穴则最慢。可能已经有人也发现了，跑 A 其实也有一个甜蜜点的距离，具体而言，就是扇子的3下伤害能够最快出完的距离。在这个距离下出的跑 A 会变得非常难防守。这边也分享一下练习跑 A 甜蜜点的方法。无论是太近或太远，都会导致能够僵直的那下伤害变得比较晚出来。虽然有时候也能够靠着延迟出伤骗到人就是了。好了，本次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没有遗漏的地方。觉得这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关于对局处理、连招变化的攻略，我也会尽快赶出来的。我是路易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